萧炎、灵动的眼神微微一凝。果然，古元天中的最大份额支配还是得依靠诸天的大尊级别人物。不过这也实属正常不过了，毕竟这些大尊级别的人物才是诸天中最强存在。诸天气运之争真是名副其实，上到大尊，下到地至尊，则都有者上场的机会。这简直就是看似与诸天大决战有者一比了。萧炎暗自喃喃，出声道。专竹轻笑一声道：“曾经的天元界只有9天，而如今可不只是9天，还有新诞生的第10天。这经过几个月的那些强者占领其中适合自己的领域，也有数百道势力了。其中则是有者3大超级势力，这3天超级势力也是天元界中比较强大的隐士种族，所以可以说新天中的主宰乃是这3大超级势力了。看来这一场诸天气运之争，总体来说的话，都算是竞争者了。”萧炎、灵动二人的面色微微凝重起来。诸天气运之争，各大一天都想获得更大的祖气份额支配，同时也想着自己这一天的未来能够出现更多的超级强者。看来这诸天气运之争还真是有些棘手啊！萧炎微微的感叹一声，旋即又是无奈的道：“不过其中主宰境的强者也会参战，但那所参加诸天气运之争的主宰境，其中应恐怕都是混元天中那些最为顶尖的最强主宰吧。”虽然此前萧炎利用幻虚神火将新天之中的邪灵之物击败，同时拯救了整个新天，其名声和实力都是在天元界之中有者无比的震惊之色。就算之前萧炎的确靠着幻虚神火的本源打败了邪灵之物，可是整个天元界中的诸天强者都是非常顶尖的存在，想必有者不少顶尖强者都还没有抛头露面而已。这一次的气运之争，恐怕就连其中的这些原本一直未曾露面的隐士强者都会全体出动，这将会是一场真正的天之骄子的战斗大舞台了。萧炎在此次半年多时间里的修炼，虽然实力进展了不少，但是依旧处于最强主宰中期阶段。如果对上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那么如果对上最强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就算是如今的萧炎，没有100%的把握能够战胜对方。而灵动也是如此，这天元界可是第2等级的守卫大界，并且还是已经进入神纪元世界数万年的时间，其中的那些天骄足以超越以往的天之骄子，其实力会更加的强大无比。不过在萧炎、灵动二人的目光看到专竹大尊那充满自信的之色，似乎对于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非常看好萧炎和灵动。你们2人的实力让我都刮目相看，我想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恐怕你们的名声会真正的扬名整个天元界中，这也是师尊嘱咐我的事情。师尊是苍渊大尊？萧炎、灵动二人有些一愣，显然没想到这竟然会是苍渊大尊的意思，而且苍渊大尊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归墟神殿的4大古神之一，其实力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第3序列神。师尊让我转告你们，说那里面会有着你们2人所需要的东西。专竹大尊慢慢的开口说道：“我们需要的东西？”难道是萧炎、灵动二人虽然有些疑惑，但是目光在微微的闪烁。片刻之后，他的呼吸猛地一滞，那必然是极为重要之物。而在他们2人的想象中，只有一种东西是他们极为重要的神灵之物，可以借此在体内种下神骨，是日后成神的必备条件。之前说过，想要成为一位神，就必须拥有神灵之物，才能够将神之力量灌入其中，不然就算你拥有再多的神之力量，也无法冲最强主宰突破冲击那传说中的神之领域神奇境。专竹大尊笑眯眯地看着萧炎、灵动2人说道：“现在是否让你们更对这诸天气运之争产生了更大的兴趣？”闻言，萧炎、灵动2人皆是咧嘴一笑，他们眼中有着熊熊的战意正在缓缓地升腾起来。只要在诸天气运之争中获得神灵之物，那么他们就有了冲击神指境的资格。既然古元天之中有着如此的神灵之物，那么萧炎、灵动2人也不会浪费这次的机会。同时他们的心中也感慨道：果然这天元界的资源丰富无比，要是那一次没有跟随王熙等人来到天元界，恐怕他们都无法有着如此的强大实力。专竹大尊见到萧炎、灵动2人的那充满热血战意之色，旋即欣慰一笑，而再次悠闲地说道：“不过，你先前说的倒的确没错，以你们如今的最强主宰中期的实力，去参加诸天气运之争，恐怕会遇到那些一直隐世的顶尖强者。就算你们的底牌很强，也不可能有100%的胜率。”萧炎以及灵动的笑容顿时一僵，盯着专竹大尊。既然是如此，为什么刚刚还要跟他们说这么多？瞧得萧炎、灵动这般模样，专竹大尊则是嘿嘿一笑，然后伸了伸懒腰，然后脚步迈出，拍了拍的萧炎、灵动的左右肩膀。此时，在一座天渊域的山岳之巅，萧炎与灵动盘坐着与其中，他们的目光不断的看向四周，喃喃道：“牧尘怎么还没来？”他们2人在此等待的，自然便是半年之前前往天星界寻找第6座原始法身的牧尘。之前牧尘可是很清楚，这诸天气运之争对于他们而言极其的重要，因为其中有着神灵之物，也必须将自身的实力再度精进。最强主宰中期还不算强大，他们的目标乃是超脱主宰，纳入神列，成为大宙中的一方神奇。不然，就算萧炎拥有幻虚神火，得到实力的提升，那也绝不会晋升那神之境，因为想要晋升神奇境，众所周知，将神灵之物化作神骨，那是必然的。而且这诸天气运之争必然会是一场非常的惨烈之争，特别是萧炎、灵动面对最强主宰巅峰的那些顶尖强者，可没有必胜的把握。除非萧炎在进入诸天气运之争后，能够在这段时间中晋升最强主宰后期，才能有者越级对抗那些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但想要在短时间内突破到最强主宰后期，寻常的办法显然是有些极为的困难。但是在古元天中，则是有者这等机会，那就是
其中有着无比古老的精纯元气。而在萧炎灵动的心中带着期待之色的时候，他们身前的虚空忽然有着无数元气光点汇聚而来。数息之后，一道熟悉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他们二人的前方不远处，而这道身影正是半年多未见的沐尘。终于是赶上了。这半年多都不曾见面的沐尘一现身，便是带着一声气喘吁吁的声音，疲惫的一屁股坐在地上。沐尘，你终于来了，还以为你忘记了呢。萧炎第一时间便是看到了这道熟悉的身影，而此时的沐尘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隐隐有着可怕的波动。灵动也感受到沐尘的变化，不出意外的话，沐尘应该已经找到第6座原始法身，甚至将其收服。找到第6座原始法身了？沐尘点点头，没有否认。他一笑道：找到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可是为了收服修炼这第6座原始法身，差点被那强大的原始之力所吞噬，还好在最后的关键将其彻底收服。想到这里，沐尘心底里都依旧有着那个时候的心悸感。这第6座原始法身的力量比起万古不朽身以及其他的4座原始法身更强大一些。看来这10座原始法身中，除了来到大千世界的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被封印外，其余的原始法身虽然有封印，可是并没有比5座原始法身那封印强。恭喜你了，真的找到了第6座原始法身。萧炎为沐尘也感到非常的高兴，这样子的话，便能够在诸天气运之争中加强了力量。当沐尘的目光扫视着萧炎灵动的时候，同样有着都让他心悸的感觉。旋即微微一笑道：萧炎兄和灵动兄的实力也变得更强了。闻言，萧炎灵动只是微微一笑，而此时整个天元界的无数强者渐渐地等待着诸天气运之争的正式开启，掀起了更为巨大的沸腾。诸天之争规模恢宏的吓人，整个天元界的各大诸天都将会受到波及。而从某种意义来说，这诸天气运之争也并非是一人一域的荣辱，它可以给整个各大天域都带来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因为古元天所诞生的强大祖气，一旦流入各大天域之中，将会引得天地之间的元气再度得到全新的提升，可以说让原本的元气变得更为的雄浑精纯。这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将会令得本个大天域内的无数强者在修炼提升实力的时候，能够比以前提升得更快。而且这种巨大的影响将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时间段之内，将会有多少无数天之骄子受到非常快速的修为提升，一些地至尊天至尊，甚至最强主宰的巅峰，止步很久很久的境界，从而这一次也会得到突破。这无疑是巨大的受益，踏入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更高境界，一跃就能成为各大诸天中的顶尖强者。所以不论是地至尊还是天至尊以及主宰，都会无法忽视这场诸天气运之争。在如此辽阔浩瀚的天元界之中，自然有着诸多卧虎藏龙的隐士强者也开始渐渐的抛头露面了。最近的这段时间里，各方强者层出不穷，一个个在以往都没有出现的名字突然的爆出来，而且这些陌生名字的强者同样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还有个别的隐士强者竟然距离那准神境都是一步之遥。看来为了突破晋升准神境，也都参加了这次的诸天气运之争，整个天元界都变得沸腾无比起来。在这段时间，众人才发现，原来在天元界我之中竟然隐藏了这么多不显山不露水的顶尖隐士强者，就连其他的隐士的顶尖势力也是蠢蠢欲动。因为身为天元界的一员，他们同样有着资格参与诸天气运之争。他们的目标或许不是争夺那9条祖气的主脉，毕竟在那古元天内还存在着古老的精纯元气，若是能够吸收炼化这些古老精纯元气，不仅他们的实力大幅上涨，还能够给自己的这些势力带来极大的好处。不过在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中，无疑还是混元天的9域更有优势，其中特别是9域内天渊域、万祖域、武神域、紫霄域这4个老牌的顶尖势力最受欢迎。因为这4个顶尖势力除了归墟神殿，都属于最强的战力底蕴。伏龙城坐落于天渊域中部，乃是天渊域中屈指可数的主城之一。此城市也是一方繁华之地，就足以顶得上一些偏远的一州之地。当阳光破开云层倾洒而下之时，伏龙城无数强者忽然感觉到天地之间元气波荡起来，一道的巨大的阴影从天而现，将整个城市都笼罩了半个。此时无数强者抬起头，便是见到一座巨大的方舟悬浮在高空之上，带动这一方的天地元气。此时伏龙城内的萧炎、灵动、沐尘3人看了一眼高空上的那巨大无比的方舟，然后看向其他平地之上近数千道的身影矗立，正是这段时间一些隐士的顶尖势力以及散修的顶尖强者。而此时众强者面带热情地望着高空上的巨大方舟，这巨大的方舟正是让这些无数强者登上后前往古元天。随后只见的那近数千人的身影顿时直接沸腾起来，脚踏虚空，周身的强大元气冲天而起，最后纷纷地射向了高空上的巨大方舟之上。萧炎、灵动、沐尘3人双手负于身后，轻轻一抬脚，直接登空而上。此次的诸天气运之争关系到整个大诸天中华的天地元气，各个强者都是露出自信之色。如果这些强者在古元天中表现突出，并且占据打通了一些通道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祖气流向自己所在的天域中，这将能够把元气变得更加的雄浑和浓郁，而身处各天域中的每一位人都将会因此得到巨大的受益，更快的提升修为，那是必然的。萧炎、灵动、沐尘3人的身影落在了方舟的甲板之上，俯视着下方的城市中的众人，淡淡的露出笑容说道：启程了，前往天柱峰，诸天气运之争，我们来了。巨大无比的方舟一声嗡鸣震动，下一刻天地间的元气顿时呼啸起来，片刻后方舟直接破空而去。而在这同一时间里，
各式各样的巨大飞行器皆是驮负着一支支顶尖的精锐队伍对着天柱峰所在的方向浩浩荡荡而去，这般阵仗与声势，非常的震撼无比。这一场来自第2等级之守卫的天元界中，诸天气运之争也是随之拉开了序幕。天柱峰位于混元天中央的地域，此峰巍峨壮观的不可思议，远远看去犹如一堵看不见尽头的巨墙矗立，而其峰顶也是遮掩于重重云层之中。而今日这里却是成为了混元天的中心之地的最热焦点，因为想要通往前往古元天，就必须从天柱峰而过。各方势力的强者皆是浩浩荡荡的朝着天柱峰而来，最后汇聚于天柱峰下。萧炎灵、洞沐尘3人带着混元天的大部队也来到了天柱峰之下。这就是天柱峰吗？还真是壮观啊！萧炎等人望着那在夕阳之下的庞然大物，天柱峰几乎是充斥着无数强者的整个眼球，无论是从哪个方向看去，都是难以看见所谓的边际，一股压迫之感油然而生。只不过萧炎灵、洞沐尘3人所看见的天柱峰，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更多的面积则是被浓浓的云雾所包裹。此次天柱峰各方顶级势力都在此处汇聚，显然还是要为了这一场诸天气运之争。没想到这些不曾露面的隐士顶级势力都出现了，看来到场的都会是一些非常棘手的狠角色呀。此时专逐大尊开口喃喃道，他的目光扫视着天柱峰的这些无数人群，便是一眼见到在这人群之中这些极为强大的气息顶尖强者。这些顶尖的强者每一位都是达到了最强主宰巅峰层次，他们这一次前来都是为了让自身的修为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冲击准神境，能够有资格参与这场诸天气运之争的都是各大天域以及其他顶尖势力中最为顶尖的准神境强者。真要说起来，这些主宰境的强者恐怕在准神强者眼里会是看起来不是很入眼，毕竟不论资历还是等级，那些人都会比他更高。天元界果然不凡啊，不愧是神纪元的世界。灵动暗自感叹道。不过就在几人说话的交谈间，巨大无比的方舟从天而降，旋即萧炎灵、洞沐尘3人便是率先掠空而过，化为2道流光，直接对着那座古老的小城落去。如今的天柱峰真是热闹非凡，可谓是强者云集啊！地至尊、天至尊、主宰境以及准神境都在此处云集，这场面真是无比的浩荡。没想到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这么的热闹，其参加的人数似乎都比上一次多了。一道笑声雄浑，却极为的平淡无比。可当其传出之时，引得虚空都微微荡漾了一下。一瞬间，萧炎灵、洞沐尘见到诸多投射而来的目光中，猛然变得惊惧以及忌惮了起来。萧炎3人微微转头过去，只见得一位身穿青色衣袍的男子，此男子面带微笑之意，看似普通的面目，却是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魅力。那一对眼眸深邃如渊，青袍男子仅仅是站在这里，就有着一股如山般的压迫之感，铺天盖地的弥漫而来。在场所有强者的皮肤都是在此时猛然紧绷起阿里，面色微微的变得凝重。眼前这位青袍男子究竟是谁？而且此青袍男子根本就没有在各大诸天见过或者听过。但是从这位青袍男子这出现的瞬间，那气息极其的恐怖，所以他不是普通人。见到无数目光对着自己投来，这位青袍男子的目光先是扫了扫四周，然后开口道：“我叫王无天，是一位隐士的散修，不属于任何势力。”此话一出，更是让的所有人震惊起来。一位散修，而且其背后又没有势力支持，就能够达到如此可怕的强大修为，这究竟是有着什么变态的天赋，才能够让自己的修为实力达到让一些顶尖实力的天之骄子都震惊之色呢？王无天。此时人群之中有一道声音响起，随后这人群之中有人说道：“不会是在数千年前那位以一人之力击败一道顶尖势力的那个王无天吧？”什么？真的是那个王无天？他不是自那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吗？没想到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竟然会出现这等恐怖的人物，还真是大吃一惊啊！一道道喧哗之声开始传荡而开，似乎这位王无天的青袍男子实力不仅非凡，而且还是有着如此的战绩，一人之力便可以击败一道顶尖势力的这等强者，就算是在天元界之中都不曾出现过了。没想到大家还记得我呢。确实我已经销声匿迹了数千年时间，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我便要获得最多的祖气，来让自己冲击那神指境。这目标一等就是等了我数千年的时间，最终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王无天的话语之中带着一丝渴望的气息，对于此次的诸天气运之争中的祖气有着势在必得之心。听到青袍男子的回答，没想到此人真的是数千年前的那位拥有变态天赋、一人之力击败一道顶尖势力的顶尖强者。有意思啊，以一人之力击败一道顶尖势力，可谓是如萧炎兄和林动兄当年你们2人在大千世界可不也是以一人之力占一族吗？此时沐尘用打趣的语调对着萧炎、灵动2人微笑说道：“二者不能比啊，这可是在第2等级的天元界，其中的顶尖势力必定还有着非常强大的底蕴，就算如今是我，也不敢100%的有击败一道顶尖势力的把握。”萧炎似是谦虚的一笑说道，灵动在一旁也谦虚的一笑道：“的确如萧兄所说，这位王无天的实力极其的强大，如果我与他1对1战斗的话，我也没能有把握战胜他。而且此人的身上有着隐隐约约的强大隐晦之气。”什么强大的隐晦之气？听到灵动所说的话，沐尘也收起了刚刚的戏谑之意，旋即目光凝视着这位王无天身上。后者的身上的确有着一丝强大的隐晦之气，只不过这隐晦之气极为的微弱，一般人还真的发现不了这道隐晦之气。看样子，这位王无天不是一位简单的人物。
已经销声匿迹数千年的时间，今日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中，这位王无天必定是一位非常难缠的对手。萧炎就在刚刚已经催动自己的主境灵魂力量对其探查过，此人的实力极强。而就在萧炎、灵动、沐尘三人在观察王无天的时候，后者似乎发现了有人在窥探他，那一双深邃如渊的眼眸便是朝着萧炎三人投射而来。这仅仅是一道投射的目光之下，竟然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接冲击在萧炎三人的身上，体内深处的灵魂都微微的一震，一股寒意顿时涌上心头。而也就在这仅仅的瞬间时间，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灵魂犹如是被针刺了一般，极为的痛苦。不过下一秒，这位王无天的目光便是离开了萧炎三人的视野，从而没有了刚刚那股灵魂刺痛之感。灵动、沐尘都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想防备都无法防备，自己的灵魂竟然就这样被别人无形的攻击了一次。而此刻的萧炎面露惊骇之色，他如今的灵魂境界已经达到主境。要知道，能够修炼到主境层次的修为基本不多，而且在如此强大的主境灵魂之下，刚刚那股无形的强大力量竟然也同样穿透了他主境灵魂力量的防御，令得萧炎到此刻都感觉到无比的骇然。这位王无天果然非常不简单，看样子此人有着诸多的底牌，如果在诸天气运之争中遇到的话，都要小心一些了。而且这位王无天看到那些大尊级别的人物都是一脸平淡的姿态，并没有说大尊级别的人物能够对其产生威胁。此时此刻，各大势力的强者盘踞于天柱峰之下，他们都在等待着古元天的开启。下一刻，几乎所有人都是在同一时间猛地一抬头，看向他那座巍峨无比的天柱峰。忽然，整座天柱峰上有一股极为恐怖的空间波动开始渐渐地爆发开来，整片天地都是在这一刻震荡而起。众人的目光对碰下，皆是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一抹惊喜之色。古元天终于迎来了开启的时间了！一道巨大的雷鸣之声自天柱峰之上空传荡开来，在这天柱峰的山脚下，各方势力强者皆是猛地抬头，眼神惊异中带着一些狂喜之色。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那天柱峰的天空上，那所笼罩的浓浓云层都被搅动了起来，空间波动引发了恐怖的罡风铺天盖地的肆虐下来，所过之处，一切生机都是被生生碾碎。片刻之后，那浓浓的云层在眼中渐渐地变得透明起来，天柱峰的峰顶也映入众人的眼中。只见得那里的虚空呈现极度扭曲的变化，似乎有着非常强大恐怖的伟力，渐渐地将那里的空间给撕裂开来，因为那里应该就是连通古元天的通道。萧炎、灵动、沐尘此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神渐渐地变得有些炙热起来，对于那诸天气运之争也抱着不小的期待，因为在其中会遇到一些天元界的顶尖强者与其交锋，才能够让得自身的力量不断地变得更强大与精进。因为越是强大的对手，越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天柱峰的上空，那云层深处传来的如雷般轰鸣，持续了片刻之后，那轰鸣之声终于是渐渐的平息下来。紧接着又是有着一股强大的恐怖伟力在席卷而开，所过之处，所有肆虐的罡风都被卷得烟消云散。此时，无数道强者的目光望向那天柱峰的峰顶，这一望一下，他们却是能够粉刺清晰地感觉到，有着10道恐怖的威压若隐若现的自天柱峰之顶被彻底的释放出来。在那里，有着10扇空间之门静静的矗立。上一次的古元天开启只有9扇空间之门，而这一次竟然已然有了10扇空间之门。看来只要有新天的诞生，那么就会自然与古元天产生联系。旋即，在10扇空间之门内，只听得天地间有巨声回荡其中，空间门也渐渐被开启，其内幽深无比，似是通往不可知的神秘之地一般。无数道强者的目光望着那已经被开启的10扇空间之门，他们的眼中皆是充满了期待之色。各大诸天之人听令，登入古元天。随着那来自各诸天的大尊那一道道宏大声音的响彻起来时，一道道的身影如鬼魅般的瞬移在空间之门的不远处，距离10扇空间之门代表着天元界的10天，所以10天中的无数强者选择自己所属天域的空间之门，一个闪现直接奔涌而进，一瞬间就把10扇的空间之门围得水泄不通的景象。不过各强者之间依旧是井然有序的一前一后的迈入这空间之门当中。此时，血海域的王息冲者萧炎三人露出一个微笑说道：萧炎、林动、沐尘，你们3人在古元天内多多小心一些，其中的强者诸多。萧炎、灵动、沐尘闻言点了点头，轻声的说道：王息兄，你也多加小心。当即，王息带着血海域的强者皆是踏入空间之门中，消失不见。无数人望着这一幕，皆是抱拳弯身。毕竟诸天气运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都算是为了自己的天域而战。因为在古元天中可以获得祖气，来壮大提升自己天域的精纯元气，从而得到在修炼之路上的攀升。只见得正片天地间的元气都是猛然的沸腾起来，一道道流光冲天起，涌入10扇空间之门中。而这些身影的实力，皆是散发出非常强大的元气波动，令得周围的空间都变得动荡起来。各大诸天中的地至尊强者的数量要远胜天至尊强者，这些地至尊如此之多，也是为了自己能够踏足那圣品之路。对应天元界的境界等级，地至尊对应元婴境，天至尊对应法域境，所以就算是天元界之中，地至尊的数量还是比天至尊多很多的。还有诸多至尊境的强者，也就是对应天元界的天阳境的修炼者，目光向往的望着这些进入古元天之中的强者。这些至尊境的修炼者很想进入古元天之中，但是最低的门槛
都是要地至尊级别的实力才行。进入古元天的那等声势，的确是让得无数人都为之震撼。无数道流光瞬间冲天起，密密麻麻的，宛如蝗虫一般，直接冲入空间之门中。此时，萧炎、灵动牧尘也没有拖沓，第一时间便是率先掠出，也同样进入那其中一扇的空间之门内。而就在无数强者进入后，在10道空间之门的上空，有着数几十道伟岸身影若隐若现，散发着无尽的威压，足以引得天地都开始为之震颤。这数十道的身影，正是天元界的各大诸天的大尊级别强者。无数人的目光看到那上空处数十道伟岸身影的时候，都是躬身行礼，表露敬畏与尊崇，因为这些个都是各大天域的大尊，其实力乃是第一强大的存在。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中，可算是冲动了天元界的大部分顶尖战力，都是为了古元天中的祖气。就算是最后能够在其中获得一小部分，也足以能够让自己的实力以及各大诸天的气运都会得到巨大的攀升。诸天气运之中，中分3层：地至尊、天至尊、主宰。而萧炎、灵动牧尘则是前往主宰者一层，地至尊和天至尊的那一层各占古元天祖气的总量2成，而主宰这层的祖气比地至尊和天至尊多了很多。这一场古元天里的诸天气运之争，各大诸天恐怕都是无法置身于外。各位大尊，走吧，这一次我们混元天依旧会成为各大诸天中的第1名。专诸大尊一笑，然后身影便是消失在其他大尊的眼中。随后，武神大尊和紫霄大尊以及万祖大尊也不再浪费时间，也同样进入其中。这些大尊的实力如今已经是准神境，但是自从天元界进入神纪元之后，古元天里面所诞生的祖气都是比以往的更加的强大无比，而且能够夺得其中的更多祖气。那么他们所在的天域中的气运更是达到一个临界点，从而冲击那超越主宰的神指境。看到混元天的那几位大尊进入古元天之后，深吸了一口气，其余各大诸天的大尊便是迈出了步伐，一脚就踏入了那巨大的空间之门内。随着大尊级别强者的进入后，从这一刻开始，这波及整个天元界的各大诸天的祖气之争终于是拉开了序幕。